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西的视频。这期不是旅行节目，不要被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所迷惑到。这一期我要讲的呢是吐槽爱尔兰的第2期。然后我之前有讲过一期，我会把链接放在下面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你可以看看第1期。然后这一期呢，带你们介绍我吐槽爱尔兰的第2期。现在这个要吐槽的故事呢，是应该我在爱尔兰经历的非常不愉快的一件事情，是租车的事情。在爱尔兰租车，大家一定要听好了。是我上次和朋友计划，你知道去爱尔兰的西部自驾，然后我们已经在网上已经付好定金了，然后我们酒店也全订好了。然后我们到了那一间租车公司是叫 Europe Car， 然后到了以后，他告诉我们，你们那个卡不行，因为我们的卡不是信用卡，因为我们的卡是那个借记卡，等于是英文是 Visa Debit， 但是他们要的是那个 Visa Credit， 要信用卡才可以。然后我们当时已经，如果你不可以用的话，为什么我们网上在提前付款的时候都付好了，然后都已经接受了呢？然后最后，最后太晒。然后我们非常生气，因为既然你不能用借记卡的话，你当时在网上我们交定金的时候，你就直接拒绝好了。然后网上其实都没有写，因为我们都是 Visa 卡，都是信用卡，但是一个是借记，然后还有一个是你知道可以刷，可以盗刷的那一种。然后我们想想，算了，然后我们去打电话打到另外一家最近是应该要倒闭了的那一家叫 Hertz。打电话过去问，说我们把那个事情描述得很清楚，我们直接说，因为我们只有借记卡，而且我们已经被那个 Europe Car 拒绝了，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在你那边租车，然后用借记卡租？然后那个电话的那个人跟我们讲，可以，没有问题，来吧。当时我们从市中心的那个 Europe Car，然后走到了，就是说去了机场的那个 Hertz， 然后到了以后的话，有个人接待我们，然后我们排队，然后咨询，因为我们已经打电话问了，应该没有问题，我只要租好车，然后我们酒店啊那些还是可以用的，因为也没有耽误多久当时。然后到了以后，他说不行，也是要那个信用卡。我们当时已经，天哪，当时已经好累哦，休息一下。我们当时已经整个是要垂地的感觉。我当时那天非常沮丧，因为我一直很想，你知道，在爱尔兰，你知道西边有一条叫什么野性大西洋，非常漂亮，好想去自驾，因为坐公共交通的话，真的还是不是那么方便，因为有一些好看的地方，你都要开进去深入，然后才可以看得到。等于是我们2家，我们第一家是 Europe Car， 然后后来是 Hertz， 2家都问得很清楚。我们第一家没有问清楚，说实话，但是第2家已经讲了，我们已经把我们遭遇已经讲了一遍，但是电话里面说可以，到了以后又不可以。最后呢，只有取消了，就没有去啊。然后酒店都已经那个，然后酒店也没有说是你知道那种可以取消的，然后全部泡汤。然后后来其实我最近好像是应该是去年吧，去年跟我在火车上有碰到我一个同事，西班牙人，然后我跟他讲这个遭遇，讲租车的事情，就是说现在谁会办信用卡都不是用借记卡吗？谁会？
我觉得这边办信用卡的人真的是那种非常非常有钱的人，像我们普通人的话，借记卡一张就够了。然后我有跟我那个同事在火车上也是吐槽这件事情，然后他跟我讲，对，然后他也碰到过类似的事情，但是他有一次他就坚持，他当时是在Dunleary，他说他在Dunleary有一家公司的话，他就坚持说一定要，因为他只有借记卡，因为真的我同事基本上没有人有信用卡，就真正可以盗刷的那种信用卡，都是Visa Debit， 都是借记卡，都是那种你知道，就是里面存多少刷多少的。然后他跟我讲，他当时有就是说硬的去跟他们公司讲说，他一定要怎么，然后他借到了是用 Visa Debit。所以说你们来这边租车的话，最好是有一张 Visa Credit。我觉得现在的那个规则应该还没有换，但是去欧洲，我跟你们讲，欧洲的话直接 Visa Debit 就好了。只是在爱尔兰，我觉得应该在英国也差不多，就是这两个国家非常的特殊啊，理解不了。我们有钱，我们当时在那个 Europe Car， 我们跟他讲，就是说我们多付一点钱都可以啊，因为没有什么。他说不行啊，这一点非常值得吐槽。虽然我没有车，但是我帮爱尔兰的有车的人士吐槽一下，因为我身边很多朋友有车，然后他吐槽的点是这一边的话买车是按引擎越大然后越贵的，所以说你在爱尔兰看到的车其实都很小，因为这样会很便宜很经济。你在爱尔兰不会看到那种豪车，你知道那种老爷车，因为老爷车引擎很大会很贵。接下来我要吐槽这个点呢，就是这一边公园的话，游乐设施非常的少。你像这边最大的公园是叫凤凰公园，如果你去凤凰公园的话，你基本上就是看到一整片的草坪，然后也没有凳子，也很少，然后有一些你知道，有些公园里面不是会装一些可以爬的、玩的之类的，这边也很少，基本上没有。而且这边公园我不怎么喜欢的最大一点是它晚上会关门，因为有的时候晚上出去散步的话，想去公园是一个很好的去处，但是这边公园晚上会关门。我记得我去欧洲其他地方，我记得最清楚是在西班牙，因为西班牙你知道晚上的话，可能它那个温度都很高，就像白天可能15度，出来玩非常舒服。他们那边公园都，我记得有一次是在巴塞罗那，然后晚上12点钟走回去，就是坐完地铁然后走回去，沿路的公园都是开门的，然后都有小孩在上面玩，因为你知道夏天都睡得很晚，所以说这一点是我觉得可以吐槽的一点。不好意思，这点呢，我要感谢种花家的乐乐兔给我提出来的，我就把这一点放在今天吐槽爱尔兰来讲。这一点就是说，爱尔兰的公厕其实非常非常的少，不像我们在国内，有些是可以你知道付钱进去，可能就5毛钱，然后那种公厕基本上。在欧洲来说，或者是在爱尔兰，我其实很少看到，不好意思，看到这种公厕。我一般在都柏林的话，如果内急的话，我尽量，我其实这个人是不喜欢在外面上。我其实这个人的话，一般不喜欢在外面上大号，我一般都是，因为太脏了，然后我一般可能只在外面上小号，但是我一般个人的经历是，假如我在都柏林内急的话，我一般会去，我知道有一间是在 ILAC 商城里面有一间公共厕所，其他的说实话，公共厕所的话我都没有上过，我只在 ILAC 那一家上过。另外有人问，在麦当劳、肯德基可不可以去上？其实那里面有厕所，但是有的时候会有保安在下面，因为可能很多人是因为借厕所上去，然后不消费，所以说，而且有保安的时间很多。另外的话，我知道，有些咖啡厅的话，这边我记得有一家叫 Costco 咖啡厅，他们那边上厕所的规则
是用密码，就是说你要买了单，然后你的买的单上面有一个上厕所的密码，你才可以进去上。所以说变得就是他们可能想方设法不要让你只是进去正厕所而已。所以说大家来这边还是可能要去消费，然后再上厕所。另外的话，我觉得如果实在很急的话，如果你看到中餐厅，你可以跟他说一下，可能付他一点钱就上了。但尽量大家在外面，说实话，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内急。希望大家都不要内急，然后可以要去上的话，就去 ILAC 那间，是我唯一的上过。还有，其实我会有的时候我还有过去酒店，因为我知道哪些酒店的厕所具体的位置，因为之前可能在那边办过派对，或者是公司有过聚会，我大概知道它的方位在哪里，所以说我就直接很一本正经的进去，然后装作是里面的顾客，然后就进去正厕所，所以那个也是一个方法，但是大家刚来的话，可能不知道哪一间酒店有厕所，所以说会比较麻烦，所以说尽量大家不要内急，其他的往商场里面找，商场可能有的时候会有。